据岛内媒体3号报道，过去1天时间里，解放军军机27架次，军舰7艘次继续在台海周边海空域活动，其中1架 BZK-005无人机以顺时针方向绕台。这是1周之内再有解放军军机绕飞台岛北、东南空域。与此同时，所谓美台防务产业合作论坛3号举行，大批岛内民众聚集在会场外，手持“美国战争贩子祸害台湾”等标语进行抗议。台防务部门3号公布，2号6时至3号6时，解放军军机27架次，军舰7艘次在台海周边海空域活动，其中的13架次越过所谓海峡中线及其延伸线，进入台岛西南、东南及东北空域。机种包括苏30战机、歼10战机、歼16战机、BZK-005无人机、运8技术侦察机、运8远程电子干扰机以及运8反潜机。大量的解放军的战机在台湾岛西南海域。为什么要在西南海域？其实我们知道，西南海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水道，这里面有38海峡、80海峡、巴林塔海峡、巴贝岸海峡。一方面的话，就是解放军可以对台岛内部的军事能力加以了解。美国要想进出南海，对中国构成威胁的话，恰恰是通过38海峡进入到南海，比如它的核潜艇、它的水面舰艇。所以我们也需要对38海峡了如指掌。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常态化的在台湾岛周边进行军事演练、战略巡航、警巡等等这一系列的努力呢，都是为了维护我们国家的主权、安全和我们的发展利益。引起岛内关注的是其中1架解放军无人机。台防务部门称，这架 BZK-005无人机越过所谓台海中线北端后，以顺时针方向沿着台湾东北方、东方、南方空域，再转至西南空域后飞到大陆沿海。据悉 ，BZK-005无人机被称作中国大陆版的“死神”无人机，可执行通信中继、侦察，甚至可挂弹进行攻击、货测绘及货物运输等民用任务。事实上，解放军无人机巡台已经成了一种常态化，它与其他军机共同绕台，有着相互配合、实战模拟的战术考量。而最近一次就在1周前的4月27号至28号，当时被称作双尾蝎的解放军现役最大型无人机 TB001以逆时针方向绕台。常态化的主要目的就是针对台独势力和域外干涉势力。尤其现在我们知道，台湾的不少政客甚至台湾的军火商都跑到台湾来兜售武器装备，这个本身就是在给两岸之间的关系制造更多的麻烦。所以解放军必然会采取某种方式来加以反制。太空军前副司令张延廷认为，解放军使用无人机绕台飞行已成常态，且机型一再变换。从 TP001到 BZK-005，下次可能是无人机，甚至彩虹无人机，并可能从单向绕台到双向绕台，对台军造成很大压力。目前解放军无人机技术相当纯熟，且滞留台湾东部空域时间相当长，侦搜防空、雷达等电子频谱将预区完整。无人机的成本使用要低得多呀。如果解放军不断地在无人机在台湾岛周边进行巡逻巡航的话，对于台军来讲的话，必然会有所顾忌。那么对于我们知己知彼，尤其是知彼，无论是台军也好、美军也好、日本自卫队也好，都是会带来更大的帮助。近年来，台军方也正加速展开无人机的研发。3号举行的所谓美台防务产业合作论坛上，焦点之一就是无人机的发展。由25家美国军火商组成的代表团于4月30号抵达台湾窜访，已进行的行程包括前往位于苗栗的太空公司以及台防务部门的智库。而重头戏就是3号举行的这场论坛。该论坛的幕后主办是成立于1976年的美台商会。事实上，该商业协会又被称为美国军火商的掮客机构。近年来，有一大批美国退役将领、退休政客进入美台商会，成为美台军事勾连的重要推手。今年则由去年刚退役的美军太平洋陆战队前司令鲁德尔率团，美台商会会长韩汝博随行。据岛内媒体报道，论坛上双方讨论了强化台湾无人机技术与能量。据悉，台军方对功能强大、成本相对低廉的无人装备，包括无人飞机、水面无人机和水下无人机，以及相应的弹药，非常感兴趣。台独分子非要去挟洋自重，让美国来给自己撑腰打气，所以两岸之间的局势现在是越来越紧张。而且呢，美国的政客不断的在炒作中国大陆军事威胁论的话，台湾当局必然就会买更多的武器装备，就是想通过台湾这个冤大头挣得盆满钵满，来符合自己的国家利益。
美军火商高调窜台，试图榨干岛内老百姓的血汗钱，并将台湾武装成豪猪，引发岛内强烈不满。